第1045章，唐震，九龙雷罡火。跟在赤火长老身后，萧炎也是顺利地通过了那大殿之外严密的守卫，然后轻轻推开殿门。嘎吱，随着殿门的开启，其内那显得格外磅礴大气的殿内也是出现在了萧炎视线之中。而在殿门开启时，赤火长老也是连忙行进，然后对着大殿守卫处躬身行礼，道：谷主，赤火前来复命，天皇城所举荐而出的炼药大师也是已经抵达。此刻的大殿中坐着将近10来道身影，其中大多数人皆是身着炼药师袍服，看他们的面貌，显然也是年龄不低，面色淡然，丝毫没有以为此处是焚炎谷的总部而有丝毫的拘束。在大殿守卫处有着一名身形瘦小，一头红发，并且身着朴素麻衣老者。老者那张脸庞始终都是布满着笑容，然而在座的人心中都是极为的清楚这位老人在这中域的身份重量。在红发老者身旁，一名红衣女子悄然而立，纤细的小蛮腰处缠绕着一圈暗红长鞭，将那腰肢勾勒得更显动人。女子容颜也是极为不俗，不过那纤细柳眉间却是透着丝丝英气，再配着那一身火红劲装，看上去倒是英姿飒爽，别人一番异样韵味。在听得殿门推开声音时，大殿内众人也是将目光投射了过去，而特别是当赤火长老说道又是有着一名炼药大师来到时，不少人都是略感兴趣的将目光投射了过来。哼，赤火，你这次倒是完成的最晚的一个。红发老者冲着赤火长老笑了笑，然后道：还不将大师请进来？难道想让别人说我焚炎谷招待不周不成？听得红发老者的话语，赤火长老连忙点头，然后偏过头对着殿外道：炎萧小友，请进吧。炎萧？听见赤火长老的称呼，大殿中那10来名在中域拥有着一些名声的炼药师皆是微微皱了皱眉，他们可从未听说过这中域何时出现了一名名为炎萧的炼药大师。在众人疑惑间，一道削瘦身影也是缓缓自殿外行进，旋即那张异常年轻的脸庞顿时映进了大殿中众人眼中，然后大殿内便是不出意外的出现了短暂的寂静。炎萧见过谷主。对于那些异样目光，萧炎倒是未曾在意，目光直接望向大殿守卫的那名红发老者。在他一进入大殿时，便是隐隐间感觉到一股淡淡的压迫之感，而这种压迫感的来源则正是这位看上去貌不惊人的瘦小老者。红发老者在见到萧炎时也同样是微微一怔，不过他倒是掩藏得很好，并未如何显露，视线缓缓地在萧炎身上扫过，而随着这般扫视，其眼中的惊愕也是越来越浓。哼，小友客气了，老夫唐震，没想到小友年纪轻轻便是达到了斗宗层次，这等天赋可实在是罕见啊。红发老者含笑道。唐震此话一落，大殿中顿时响起一些惊呼声，那坐在席位上的炼药大师皆是目露惊诧地看向萧炎，如此年纪便是抵达斗宗，这等天赋即便是放眼中州也是能够算作出类拔萃啊。在唐震身旁，那名一身红衣的女子也是目光奇光地看着萧炎，眼中隐隐的有些怀疑味道。身为焚炎谷最为出色的年轻一辈，他非常的清楚在这等年龄达到斗宗是何等的困难，而且最令得他有些难以想象的是，萧炎的年龄看上去似乎比他都还要小。唐谷主谬赞了，只是运气比常人好上一些罢了。萧炎面上不动声色，心头却是有些惊讶，不愧是焚炎谷的谷主，一眼便是看出了自己的实力。而心中念头在翻转间，他目光也是不着痕迹地扫了扫手位上的唐震，却是有些震惊地发现，他居然根本探测不到对方的气息，居然将气息收敛到如此完美，这唐震的实力恐怕比风雷阁的雷尊者都是要强上不少。能够有这运气倒也算是一点本事，不过今日这里需要的可不是斗宗，而是真正的炼药大师赤火长老，你真没有带错人。一名身着炼药师袍服的老者瞟了一眼萧炎，淡淡的道。这名老者嘴唇极薄，一看上去便是那种说话极为不客气之人。当然，身为炼药师大都是有着一些傲气，特别是他们这种有些本事的炼药师，到哪里不是被当作大爷对待，
他们能有这般成就，也同样是经过将近半辈子的苦修。而如今赤火尊者随便领了一个毛头小子进来，就说是一名炼药大师，这难免会让他们心中有些不太爽。炼药大师，这在中州是一个颇具分量的称呼，而且想要获得也颇为严格，首要条件便是至少能够单独炼制6品甚至7品丹药。当然，若是能够炼制8品丹药的话，那已经能够号称炼药宗师了。听得老者话语，赤火长老眉头微微一皱，旋即笑道：莫大师放心，老夫这点眼力还是具备的，这位言萧小友足以达到谷主所说的要求。闻言，被称为莫大师的老者也只能轻哼了一声，目光斜瞥了萧炎一眼，也就不再多说。呵，如果真如赤火所说的话，那这位言萧小友的天赋恐怕比小女都是要强上许多，能够在抵达的斗宗的同时，也是让自己的炼药术有所成就，这可不是简单的事。唐镇四世未曾听见那名莫大师对萧炎的质疑般，微笑道：光听人嘴皮子就妄下定论，爹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。一旁的红衣女子撇了撇嘴，冷哼道，明亮美目扫向萧炎，雪白下巴微微挑了挑，眼中居然有着一抹挑衅之味。这些年中，同辈之中他同样未曾遇见过能与其匹敌者，萧炎的出现令得本就喜欢争强好胜的他大感兴趣。对于红衣女子眼中的挑衅，萧炎倒是一笑而过，他能够感受出这女子并没有什么恶意，只不过先前唐振那番话有些让他不满而已。言萧小友，请先寻个席位坐下吧。唐振冲着萧炎笑道。萧炎微笑点头，然后在一旁赤火长老的带领下，在大殿中寻了一处席位坐下。先前那名莫大师是一名6品炼药师，能够炼制6品顶峰的丹药，而是再给他一些年时间，恐怕能够达到7品层次。那人嘴巴比较讨厌，他的话就当没听见吧。在萧炎坐下时，其身旁的赤火长老也是低声道。闻言，萧炎不着痕迹地点了点下巴，能够受邀来到此处的炼药师，除了他之外，想必都不是籍籍无名之辈。不过以言萧小友的水平，也不会将这老家伙放进眼中。在座的人，你只需要关注2人便可，那便是坐在谷主左右方的那2人。听得赤火长老此话，萧炎心头一动，目光微微转移而去。在唐镇下方2侧，有着2名从始至终便是微闭着眼眸的老者，2人的气息极为收敛，但萧炎依旧还是隐隐间察觉到2人身旁所弥漫的磅礴灵魂力量。7品炼药师，眼眸微微一眯，萧炎手指轻轻地敲打着膝盖，这应该是在这些年中首次所见到的7品炼药师了。这2人在中域名头很响，一是本身炼药术极高，二便是他们2人皆是丹塔的客卿长老，即便是谷主都对他们颇为客气。赤火长老轻声道。闻言，萧炎心头微震，丹塔的客卿长老，这个名头倒也的确是挺骇人的啊。呵，既然人已经到齐，那老夫便将此次的事预先说说。守卫之上的唐振轻咳了一声，目光扫视全场，旋即道，想必大家也知道一些，老夫需要动手炼制一味丹药。丹药吗？品阶算是7品高级。听得这话，大殿中的10来位炼药大师脸色也是微微一变。7品丹药，即便是对于在场的一些人来说，也是相当之高。在唐振这话下，那一直微闭眼睛的2位丹塔客卿长老也是缓缓睁开了双眸，看了前者一眼，道：7品高级丹药，这等阶别的丹药，即便是我2人也是炼制不出来。虽说这2人也是7品炼药师，但却只能炼制一些7品低级的丹药，中级的话或许成功率稍低一些，但高级的话则是成功率将会相当凄惨。呵，这一点交给老夫便是。虽说老夫并非是炼药师，但我的一些本事你们也同样不具备。唐振一笑道，我所需要的是2名能够抵御住我那9龙雷罡火的炼药师。话音落下，唐振手掌轻握，只听得扑哧一声，一股银色火焰缓缓地自其手中袅袅升起，火焰升腾间，隐隐间能够见到9条银色火龙在火焰之内穿梭而行，这便是9龙雷罡火。望着那团银色火焰，萧炎眼瞳顿时微微一缩。
大家将各自的灵魂力量召唤而出，若是能够抵御住我这九龙雷罡火的煅烧，那么便是达到了资格。唐振微笑道。闻言，大殿中不少炼药师脸皮都是一阵抽搐。